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小斐，我是迪丽热巴。我就是 what 啊？谁？就高兴啊，就很开心，然后觉得啊，这是周星驰导演，然后就飞到香港，然后去见了导演，然后跟导演沟通，就当然非常非常希望能拍导演的作品，对，因为我们都是从小看着周星驰导演的电影长大的人，就如果能在他的这个电影里面饰演一个角色，反正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也是一样，因为从一开始我先是接到制片人的电话，然后我会想可能是假的吧，怎么会呢？然后直到导演接过电话跟我说，哎，热巴啊，热巴啊，我是导演啊，然后就跟我讲很多，我说真的吗？然后导演有跟我讲到就是这个角色啊，包括整个影片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样子，然后当时就不相信，然后又很惊喜，然后又很期待。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很哀的人，并且每天也是戴着自己的帽子，然后口罩，然后你会觉得他带着这个东西，但其实他一直是在自己很专注的这个事情里面，你会觉得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脑子和眼前的这个戏的这个状态里面。他虽然感觉是在包裹着自己，在他露出了这样的一点点的空间里面，他始终一直在高速的再去想事情。以前可能会觉得，除去以前看他的电影，那我自己可能对于导演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会很紧张，可能跟他沟通上会不会有意见，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在现场我们一起拍的时候，导演他会先为我们去试一遍所有的动作安不安全，可不可靠，能不能做，然后他也会特别细心的去问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状态，就说你能不能做啊，可不可以做啊，所以就会让我们特别放心。就是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对手演员，你会感觉你是在跟他也在一起演戏，你也会非常信任他，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人。因为刚才有提到他就是戴着帽子啊，但是他在现场高强度的一个拍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细心的去观察到每一个人的状态，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就之前我也跟热巴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会觉得会有一点点是不是严肃，但其实拍到中间的时候，我们也还会跟导演的那个经纪人聊天，我们说其实星爷是一个很温柔的人，除了导演的身份，他同时也是演员的身份，所以他也很多的时候能带入到演员的一个状态去跟你沟通。就是比如说在演一些，就是因为是功夫女足嘛，就是有一些功夫上的动作，然后导演就会先替我们去试一遍。那比如说我在戏里有一个旋转踢球，那武术指导就按着他的导演的想法去做了一套动作，然后当时导演就说，哎，我来试一下，然后就自己在那边试了好几次，然后他说，哎，可能这一点上不太好做，他说可能不太可以，可能会怕受伤。就你能感受到他不是说哎我要这个你就给我做，他会去在演员的角度去想这个动作行不行。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武术导演跟导演是不太一样嘛，因为武术导演他从小习武，他是能做所有的动作，但是像我们演员你可能很难100%还原到这个武术动作，导演要求的又是很极致的，他是想要100%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他就会先自己去试一遍，如果有存在一定风险，那他就绝对不会要。那个采访吧，就是打赢了之后，对，跟媒体采访，跟今天一样的场景的，那就是第一场戏，对，你吐口香糖那场戏。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这场戏就是一定要去找一个爆发的点，只是当时就作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第一场戏去开始，也真的没有什么尴尬期或者大家需要磨合的一个时间，因为每个人都很快的就进入角色了。对我来说，就是第二天就是我们俩打架的那场戏。那场戏其实导演给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他说你要找到一种老师傅的感觉。就当时我脑子里没有印象是老师傅是什么，我在记忆深处使劲的想，然后就想到了其实小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有那种非常以前老式功夫片那种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我瞬间就是对这个人物就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其实就是需要导演这样去给你一些这样的引导，就会慢慢的让这个人物更立体起来。接到了这个邀请之后，在北京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健身，找教练做系统的肌肉的一个训练。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足球运动员，但是我们要尽量的从外形上尽量的接近一个运动人员的一个状态。
所以肌肉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那段时间我主要做的就是力量和这个肌肉的一些训练，还有跑步的一些训练。其实我也是，因为在接到这个角色的邀请之后，导演就有说，就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因为当时我还是在我的上一个剧组里面，就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很快抽身投入到一个健身的状态，只能是每天收工之后，或者是开工之前。因为其实我在剧组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开工之前我其实都会运动，但是收工之后其实分晚和早，它是时间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规定的一个时间，所以当时就有开始早晚都有在健身。在进到组里之后，大家还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训练，我们这个女足队里的所有人都在一起，然后做一些比较基础的足球动作，然后还有做一些力量型和体能型的训练吧。我一直都很想飞，就是我也想飞，想飞上去。对，就我觉得他们那个弹跳力是我们天外飞仙，对，是我们都想拥有的，就是他那个弹跳。就是真正的这个运动员，他们在就是去射门的时候，他那个往上升的那个力量感是很厉害的，所以其实都很想拥有。就很像其实生活中女孩子之间的那种友谊，可能有误会有争吵，但是两个人也相互陪伴，然后相互支撑，一起往前走。但我觉得可能双双对玉龙来说的话，还多了一份像亲人一样的存在，因为他是孤儿，他可能曾经被抛下了，然后两个人因为一些分歧和误会，他会觉得他再次的被抛下，可是对于双双来说，玉龙是他唯一的亲人，所以最后寻回了他的亲人的感受。整个影片当中，我觉得友情是占很大的篇幅的，也是两个人可以相互成长的一个点。因为玉龙回来，他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争吵之后在更衣室里面，他说：“因为我想跟你一起踢球。”我觉得这一点是玉龙对于双双那个表白。无论就是生活中有多么的鸡飞狗跳，但是我依然是还想跟你在一起，去完成我们的梦想。不管这个结果如何，但是我就是只想跟你在一起，觉得就是一生姐妹，一生一起走。之前我对热巴的感受就是，因为经常会在什么活动远远的就大家见到，也没有时间打招呼什么认识什么的，就觉得她很美，然后很明艳。但是见到本人之后，我就觉得她有点抽象，就会觉得很可爱，就很活灵活现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之前你会觉得热巴因为都很美啊，就那样的状态，不能用什么邻家女孩这样的词说，显得很古早，你知道吗？但是就是那种，就见到她首先就觉得笑眯眯的，我们就很快就会拉近彼此的距离。还有我觉得热巴很有劲儿。我们拍那个第二天的戏的时候，然后我们不有一个这样的握手什么的时候，我觉得热巴真的很有劲儿。后来在那个场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就私下来了，他说你知道吗？说我其实很有劲儿，我平时自己搬箱子都说，我说我感受到了。所以热巴给我一个感受，就我没跟他说过，就是我觉得他骨密度会很高。感是什么医学角度？因为我们俩会经常有一些动，然后让对身体上的接触，是不是很抽象？哇，很清奇吧？这个角度，没有人用这个角度去说。没有，还真没有。你是完全发现了我的内在。其实我的握力的确是挺好的，就是那个体检的时候握那个是挺有力的。以前在网络上见小飞姐，就是觉得跟导演是一样的感觉。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对没有见到的艺人，其实都是会有距离感的。虽然我们都是艺人，但是都会有一点距离感，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他在荧幕中的样子，或者是在活动中的样子。我们并没有就是跟对方一起演过戏，跟人聊过天，说过话，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是朋友。但是对于我们像第一次合作，大家都是有距离感的，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太严肃，或者说会不会我不太会表达自己，或者他可能看到我，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其实演戏最重要的就是交流，去碰撞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这场戏变得更好。如果大家都不交流，那这场戏其实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其实一开始都是会有这种，就是会有距离感吧，也会小小紧张一下跟对方的合作。但是合作下来，我会觉得特别好商量。你跟他说什么，就是他也会
说，哎，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就是很小女生的感觉。因为前面我有在其他的采访中有提到，她高兴的时候她也会鼓掌，就是让我觉得说，就是大家合作下来是非常非常愉快的。我们第一场戏就没有任何的隔阂，就很快就能达成默契。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而且他平时他的很多表演上的想法会帮到我很多。有一场戏就我们俩坐在树上去和解那场戏，就是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能从他眼睛里看到我自己，他是真的把我放在他眼睛里去演这场戏的，他是真真切切在看着我说这些话的，所以就很快能够让我入戏，或者说能够让我也有不一样的表现的方式。你看热巴好会夸，我只是关注古明东，但是这点也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就我说的他后面对他的感受就很古灵精怪的一个样子，就会觉得他就不是那么的很有距离感的样子，然后也很关注，我们俩就很关注网络上的很多东西，他也给我科普了好多，就是我们时下当时很热的梗啊什么的，对，我们俩在线上也玩得很开心。对，就很抽象的那种梗，但是现在也不方便说了，因为就是变成时代的眼泪了。我们当时对边玩的时候边说，哎，别被拍到了，要不然播出来我们就会显得对很过时。也以前是吧，但是现在我成熟了，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34岁的成熟的女性。他很好笑，他真的超级好笑。我就是很少拍戏笑场，但是真的就频频就在他那里笑场。我在那个有一场戏，我就是因为前面先拍他们嘛，然后我在那儿就休息，然后凌晨2点多被叫起来，懵懵登登的站在那儿之后，然后突然看到热巴就冲着我跳舞就过来了。当时拍我后背，我就真的就是受不了，我就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就真的很抽象，就跳的丝毫没有一点包袱。然后我是觉得热巴她很有喜剧感，很有喜感。虽然她很谦虚的说自己好像什么解放天性呀，但其实并不是，她解放天性非常好，丝毫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再假装一个34岁成熟女人。当然了，也是啦，也是对，分不同的戏，对不同的角色，大家在电影里看吧。我觉得就只要是贴合角色了就可以了。所以之后会多演点喜剧什么的吗？好剧本、好角色的话，真的在笑。是，对，前面是真的在笑，但是因为拍了好久嘛，后面就是大家也是要演的。主要每次其实挤到那个厕所都会有一些意外，然后大家都会因为这些意外，对，然后狂笑。对，大家就是在现场都是很欢乐的，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时间会很长，需要有一条一条来，但是因为现场就很欢乐，就很放松，所以都还好。我是觉得，对于双双来说，就是她的这个角色有周星驰导演之前熟悉的就是小人物的这种底色在里面。就她是出身不好，然后不被看好，然后被人嘲笑，但是就是靠着自己心里的这团不服输的这个火，然后去逆风翻盘。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去找到这个人物的一个底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Be water, my friend 。做了很久的心理挣扎，没有很难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导演要有一个台词嘛，就 Be water, my friend 是那个李小龙先生的一个台词，所以导演可能希望在这个戏里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致敬。对，所以希望我能就是去用一种表情去把这句话给说出来。然后当时其实在这个表情上我们找了很长时间，因为导演对这个表情要求非常的高，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他演过这个表情，但是也没有星爷对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么的。我的话是有一场那个必杀技，那个是拍了蛮久的，因为它其实要就各方协作要达成的一个必杀技，除了我自己要转起来，我还得踢到那个球，就反正各方面都需要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才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时时刻刻其实演的时候就会吧，一开始演的时候，而且其实每一场戏我们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一直都很平的角色，每个戏，比如说双双，他有很多爆发的戏，他有去训斥别人的戏，他有跟我吵架的戏，他有自己去打前锋的戏，反正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戏份。其实每一场戏他所
表现出来的那种刮目相看，哇，那种倒不是那么夸张，但是你真的会觉得说，哇，他还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就是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是去会学习的，你是很开心能够在现场看到好的演员在现场在你面前去表演，然后让你也有灵感，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演。之前对热巴的印象和就是他突然出现在这个喜剧的片场里面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觉得啊，热巴也有这一面啊，而且是非常就是做得非常好，完完全全打破你之前对他印象的一个状态。而且不只是你觉得他能演喜剧，而且他非常放得开，而且很有喜剧节奏。所以你要是说刮目相看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我是希望身上的标签贴的越多越好，贴的越多好像就是没有标签了。其实对于演员来说，也不希望自己只在一种角色里面演下去。所以对我来说，喜剧一直以来是我的勋章，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有好的剧本，我当然还是愿意回头演喜剧，我也很开心。但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更拓宽别的戏路，让大家看到我是一个比较有可塑性的一个演员吧。在播的时候会看，但是现在不会去回看，到时候应该会看大家对功夫女足的一些评价吧。有新的素材出现了。除了和导演合作是最大的收获，也是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剧本和角色的一个突破吧。就眼下对于我所有的在现在这个近10年来饰演角色上的一个突破的一个收获。我也是觉得可以跟导演合作，除此之外尝试了无厘头喜剧风格，就一切都很好，能跟导演合作，然后跟热巴，然后一心这么多演员一起去完成了这样一个很热血的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